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要诠释物件的立体感，除了正确的透视，我们可以透过阴影来表达造型表面的变化。而说到阴影，就不得不提到光源。阴影其实就是因为光源而产生的明暗差异，而这个差异会产生我们对于造型定义的遐想。例如这个造型，你觉得它是凸的还是凹的呢？那这个呢？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第一个是凸的，第二个是凹的。那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凸呢？再来这两个哪一个呢是比较凹的？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明明是平面的图，却把它想象为立体的，所以呢，这一切呢都是阴影的错。刚才讲到光源，我们从出生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中，大部分的光源都是由上而下的，例如太阳、月亮等等。因此，我们也选择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创造人工的照明，如室内的电灯、路灯等等。而当我们以由上而下的方向打光时，就会形成怪异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由上而下的光源。所以在看到第一张图时，暗的阴影在下方，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凸的造型；而第二张的暗处在上方，让我们觉得它是凹陷的。所以光源是造成阴影的原因，而我们要透过阴影来表达造型前，就必须要了解光源的原理。不过在解说光源之前，我们需要快速地提到平光以及亮光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景象是由光所组成的，而这些光是从所看到的物件所反射到眼睛的，也就是没有被该物件的表面所吸收的光。除了材质本身的条件，表面的粗糙度也会造成视觉上的差异。以同样的材质而言，表面越粗糙，那我们看到的光的质感呢就会越平光。如果表面越光滑，我们看到的景象呢就会越偏向亮光的效果。所谓的亮光效果，是当我们在物件的表面看到环境反射的影像所形成的视觉效果。而平光因为粗糙，能够看到的反射比较少，所以比较平光。好，那先来个阶段性的结论。平光是光源造成的视觉效果，而亮光是因为环境反射而造成的视觉效果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中，所有的表面质感都介于绝对平光以及绝对亮光之间，所以大部分所看见的平光或亮光都不是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，比较平光或者是比较亮光。那什么是绝对平光呢？什么又是绝对的亮光呢？理论上而言，完全吸收光而没有任何反射的，就是绝对的平光。比如黑洞，把光完全反射而没有吸收的，就是绝对亮光。比如镜子。亮光的部分呢，我们之后再另外细谈。那我们先来解释平光。所以要怎么决定呢？在绘画阴影的时候呢，哪里要亮，哪里要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形的曲面。以由上而下的角度的光源为例，我们将光源与表面形成的角度为 A。当光落在上方时 ，A 角度会接近90度，阴影呢是偏亮的。当光源呢落在中间的时候呢 ，A 的角度会小于90度，那阴影呢也会稍微偏暗一点。当光源落在下方的时候 ，A 的角度呢会是最小的。那阴影也会是最暗的。另外，我们以45度的光源为例，当光源落在上方的时候呢 ，A 的角度会大于90度，那阴影呢是偏暗的。当光源落在中间的时候呢 ，A 角度会接近90度，阴影会偏亮。当光源落在下方的时候 ，A 角度会小于90度，阴影也会偏暗。所以，当角度 A 越偏离90度，阴影就会越暗。最暗的，比如黑色，通常是背光的地方。而不同程度的明暗差异，能够表达凹凸的程度。表面的凹凸差异越大，
明亮的差异就会越大。但在思考光影之前，我们就必须先决定环境中的光源条件为何，光源的方向、光源的数量，哪些呢是主要光源，哪些是次要光源等等。这边举个例子，通常我们在画球体时，在光源的反方向，接近球体的表面的边缘会稍微比较亮，这是因为桌面呢也会造成光的反射，因此会成为次要的光源。而同样是球体的月亮，却没有这样的次要光源，因为它的背后没有任何的反光的物件，因此形成我们熟悉的月弯的造型。如果是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当中，而非太空的环境，我们可以将任何物件以立方体的方式来思考。除了单一面向或者是纯斜向的视角，大部分的视角都可以看到立方其中的3个面向，我们就可以以1、2、3的方式来设定阴影的明暗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决定光源的投射方向，这样我们就知道1，也就是最亮的地方在哪里。再来是最暗的地方，也就是背光的面向，那这里呢就是3。那另外一个面呢就是2了。但我们的环境大部分不会这么单纯，会有其他的表面呢作为光源反射的效果，也就是次要的光源。那受到反射表面照明的部位呢就会稍微亮一点，球体尤其明显。而如果环境中的表面有颜色，那反光呢就会反映相对的颜色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何造型的例子：圆形柱状体、多角柱状体、锥形以及各式的多边形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实际的应用例子。这个开冰箱的例子中，主要的光源呢是从冰箱内投射出来，因此使用者的前方是最亮的，那这边列为是1。后面因为有环境的次要光源，所以是2。而侧边接收到的光是最少的，因此是最暗的，是3。这个比较简化，主要的光源呢是电脑萤幕，因此使用者的脸是最亮的，是1。而背面呢没有光源，因此是3。那这里呢就省去了2了。接下来几个例子呢，也是冰箱门的相关设计，稍微比较复杂，但一样可以以1、2、3的方式来规划阴影的明暗。对于比较不规则、有机的造型，阴影的运用尤其是很重要的。而在快速手绘时，重点式的加上阴影，可以很有效的强化重点的设计的表达，再搭配呢剖面的造型线条，来清楚的解释造型表面的变化以及细节。因此，阴影不见得一定是非常耗时的技法，可以以色块的方式来执行，如同卡通动漫的手法，一样可以有非常有效的表达效果。那我们讲完了阴影，下次呢我们来讨论影子，各位敬请期待。